在上期节目中，我们领略了钓快鱼的酣畅淋漓。在这飞鱼入户的完美无限中，当饵料对路、装备选择精确，做到钓诱结合之外，基本功就是最不可忽视的环节。古人云：“欲速则不达。”在追求快速的同时，细节往往总会决定最后的结果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全面玩转黑坑，从选位、配饵、选竿、手法，立体分析应对各种黑坑的规则技法。哇！我叫小军，32岁，我的生活很简单，工作、接送孩子，但我几乎不会辅导孩子做功课。爸爸，这个植物怎么做？一个果园摘了125棵树的棵数比苹果树的4倍少20棵，园一共摘了多少棵果树？一是因为我不会，二是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几乎每天都来到这里，无论刮风下雨，所以朋友们给我取了个好听的名字——坑冠。老板，当然，这是因为我的拿的冠军多。1个月堂费要付了啊！这么久了。哦，老板，下次一定给你。只是我来这里的次数最多罢了。我叫李成峰，我记得若干年前，万物皆有法，生活中的一切都有特定的规矩。古玩市场有自己的规矩，小商小贩也有自己的规矩。就连钓鱼时，无论是先来后到，或者是钓位之间的距离，都有自己不成文的规矩。但不知从何时起，许多的规矩慢慢被人们遗忘。再后来，为了约束那些不守规矩的人，出台了很多条条框框。而我愿意守着那些老规矩，做我自己。欢迎收看由巧，最后才会收获满满呢。小军呢，我们是通过一次比赛认识了。我发现他所谈及到的问题和聊天的话题，通常都是围绕着黑坑走的。那么我就感觉到他平时是一个喜欢钓黑坑的人。我们互相都抽了一个时间，约在一起去玩一玩这个黑坑。黑坑选位如行军打仗，占据了地利优势就已经成功了一半。地形、环境、风向、水深、朝阳面，这些都是黑坑选位的重要环节。那么今天，钓友小军带着自己的疑惑，找到国家竞技大师李成峰，一同探究黑坑选位的奥秘。来晚了吗？早来了。我也刚刚到。啊，是吗？哎，很高兴见到你。听说这里鱼情是蛮好的。对对对，哪个位置好你知道吗？我这等你教教了。一般来说啊，这个黑坑啊，
两头浅，哦中间这段深，靠着山坡那边呢更深。哦，这样的。啊，像这个季节天凉了以后啊，哎像不是正钓的时候，不是杀鱼的时候，哎，一般来说深的地方好。哦，要稍微深一点。对，那所以呢，在那边又深又朝阳的地方，鱼肯定待着舒服，安全感也好，对对。对吧？那我们今天就到那边去钓。对对对，那边试试吧。哎，好的。好。嗯。黑坑的塘型基本上是这样，这个黑坑处于这边两头浅，中间位置深，这边山坡面是属于朝阳面，那么这边呢属于背阴面。夏季做钓的时候，通常性在中部的背阴面的位置比较好，因为这边水既深，而且水温相对来说偏低。那么现在已经进入深秋时节了，深秋马上就要临近冬天了，在朝阳面感觉到位置的那个优势越来越明显。当然了，两头浅中间深的塘型，在这个季节通常性会选择比较深的水，所以我们在这边选了2个钓位，分别我跟小军一起做钓，适应了既朝阳水又深的一个原理。面对放鱼密度较高的黑坑，不同的季节有着不同的选位。如果是在夏季气温较高时，可选择水深较浅且背阴的一面；而逐渐进入冬季后，水温较低，此时应选择水深较深、阳光能直射到的地方。这样的选位方式其实是根据鱼情的恒温原理来决定的。深水区水温相对稳定，而浅水区水温受外界天气的影响较大。那么，在选择好了钓位之后，装备搭配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呢？我们首先来到的那个黑坑呢，鱼情比较好，所以我选了一把比较硬的杆子，就是新城的满江红4.5米的杆子。因为水位比较深，所以4.5米比较合适。3.6米钓的话，几乎可以说到不了底，因为水深就有3米多。加上这支杆子呢，我比较熟悉，硬度比较强，而且比较轻，所以呢，对这种半斤以上的鱼，小的可以飞，大的可以操，操控性很好。来到熟悉的钓点，了解到水中的鱼情，李成峰和小军毫不犹豫地选择了4.5米的新城满江红。这款19调性的满江红，竿体轻，操作便捷，硬度偏硬，对待这水中鲫鱼可谓是游刃有余。那么，这样的钓位搭配这样的钓竿，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？哎呀！欢迎收看由浙江家钓
峰和钓友小军到达第二个黑坑，会有哪些故事发生呢？像这样四四方方的黑坑啊，我们往里走，那个东南角，加上今天有一点微风，这个微风往下走，一个是下风手溶氧量高，第二个是比较安静，我们就可以。如果说第一个黑坑在水深朝阳处能吸引大批的鱼逗留，或许是这批新鱼想要找到舒适的环境栖息，而当下所来到的这处黑坑，水中的惊弓之鸟更需要的是安静与安全。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，李成峰建议将钓位选择在黑坑的西南角，一是避开入口处的嘈杂声，二是因为西南角位于下风口，有足够的溶氧量，第三，与谚语中的方钓角正好相匹配。下竿12分钟，李成峰通过不断摸索，将第一尾鱼收入囊中。从等待的时间来看，相比第一个黑坑情况较为复杂，而在全场几乎停口的情况下，这边能够吸引到鱼儿的注意，便说明了对钓位的选择判断无误，只是在装备运用上与第一个黑坑有着天壤的差别。第二个黑坑，我选择了一款浮膜典藏版的4.5米，因为这支杆子较第一个黑坑所使用的满江红系列的杆子更软一些，相对来说，像这种略微软一点的杆子，针对这种比较慢的鱼情，针对用小钩细线搭配起来比较合理。方钓角
长钓腰，试一试。这个鱼感觉刺口好轻。是啊，因为鱼放下去正钓结束了以后，大部分的鱼已经被钓走了，那么留下的这批鱼呢，相对的来说密度大大的减低了，而且它的警惕感会更强一些，所以它不可能肆无忌惮的大口进食了。这个时候我们线组也用的精细一些，调钓也要用的合适，然后饵料的状态也很讲究。0.4的直线，厉害！你看0.4的直线能钓这么大的，1分钟。意想不到。鱼还没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入潮了。对呀，真的太想不到了。可以吧？钓到鱼了以后，肯定不能乱发力。对，先定住，慢慢的起出来，顺着不要出水，顺着它的劲儿走，把它牵过来，不要让它起兴了以后接牵过来。直线比较大。你看7、8斤，0.4，对，可以吧？厉害。垂钓过程中突发的未知总会让人措手不及，而这种未知往往和我们不期而遇。面对受过惊吓的鱼，为了让它放松警惕，软竿配细线，钓位选择安静的下风口。但突如其来的大鱼，我们能做的或许更要淡定，配合细腻的遛鱼技巧，不慌不忙，耐心搏斗，一样能将其征服。今天我们这个小黑坑是一个长条形的鱼塘，面积不大。对。那么我们在这之前呢，是一个大面积的方塘。俗话说得好，方钓脚，长钓腰。对。加上这边呢，又有根电话线。对，不方便操作，我们把它选在中部，试一试。好的。看操作起来也比较方便，对吧？就在中间吗？啊，好的。要不你就在这儿，我在你隔壁，好吧？好的。那么第3个坑呢，是一个长方形的钓坑。相较第2个钓坑来说呢，我们的面积比较小，窄而且长，方塘钓脚，长塘钓腰，所以第一时间我们选择了在中部这一带做钓。当时这边有一根电线架过来，那么我们就选在了这边，触碰不到电线的地方，分别在这边选了钓位进行做钓。长钓腰其实就是拦截来回过路的鱼。当鱼成群抱团，水中只要溶氧量充足，那么鱼来回游动的过程中，就加大了发现中部钓饵的可能性。而做钓当天，面对只有2人的规则长方形黑坑，将目标鱼锁定为鲫鱼后，该如何选择钓竿呢？哎，小军，哎，你看今天这个黑坑面积也不大，是个小坑，我们就钓3.6米的吧。你好的。用哪只？
我看你之前用这个伏魔黑坑用的蛮好，今天我用这只。好的，那我就这只，好吧。那么第3个黑坑呢，因为鱼塘面积比较小的缘故，那么我们就用了3.6米的杆子做钓。我选择了我自己用的比较习惯的满江红，那小俊呢就选择了伏魔。不断的拉饵抛竿，不断诱钓结合，始终没有看到鲫鱼出现。而在做钓过程中，发现土灵不断出现。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李成峰与小军立马做出了改变。这个原先这边大鲫鱼应该是经过几次的开坑吧，已经不多了。那么现在这个本塘的小土灵比较多。那么像钓这种小土灵呢，其实跟我们竞技的时候钓小鲫鱼的那种频率节奏，包括抓口调钓都很接近，几乎类似。用这样的方法去钓呢，可以说命中率也特别的高。垂钓的奇妙就在于面对不同的天时地利，需要做出不同的应对姿态。3个黑坑选择钓位与用竿的课题，在对比中逐渐清晰。或温度，或水深，或风向，或形状，或等待，或连竿。最关键的就在于应变。黑坑中包罗万象的秘密，如同涓涓细流，源源不断。而更多关于黑坑的细节技巧，我们探索的脚步依然在路上。1分钟。上期节目我们分析了黑坑鱼情，在对比中，我们立体考察了黑坑选位的优势和不足。在体验满江红的过程中，有快感，有等待，有聆听鱼翻水花的美妙。哇，
你看0.4的直线能叫这么大的，1分钟。而接下来，我们把焦点聚集在黑坑浮漂的运用技法上，观察着水中的舞者在不同情况下有着哪些微妙的变化，去判断每一个动作影响着怎样的结果，最后做到如何去解读浮漂的庐山真面目。中鱼了。于老师，这什么动作的呢？就零底的那口接吧。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人类生息繁衍，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。而随着垂钓运动的发展，钓鱼人数逐年增长。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，可供钓鱼人垂钓的自然环境越来越少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黑坑及带有商业性质的垂钓园孕育而生。在内陆地区，特别是京津冀，黑坑垂钓开始风靡。渐渐的，由于商业活动的驱使，黑坑的玩法开始百花齐放。鱼情不同，水情不同，收费不同，有人暴富，有人空军。如此一来，黑坑大军开始潜心研读这里面的门门道道。他们开始分析，为何这看似简单的一池净水，可以有着这样的魅力。欢迎收看由浙江家钓泥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垂钓教学片《最佳钓技》。本期国家级竞钓大师李成峰与钓友小军继续玩转金华黑坑，探究在黑坑中那些最受关注的技法，如何调漂，如何诱饵，如何在鱼情变化时依旧逆流而上。布林。我选择了一款枣核的回鸟刀，长度呢大概在50公分左右。都说浮漂是钓鱼人的眼睛，如同给岸边的钓手与水中万物搭建了一座必经桥梁，随时能够观察到水中的每一丝脉动。而漂身的长短不同，吃铅大小不同，翻身的速度不同，都会有可能影响到钓鱼人的判断，导致最终产生不同的结果。那么，当选择好一款浮漂后，调钓就成了最大的课题。目数少一点，是不是找底好找一点？不是，那样还容易找过底。你看我的漂在哪个位置？哇，差这么多啊！第3节我这第接口节差不多啊。啊，来，我来给你看看。差不多啊。嗯。你是调了几目？调了7目。调了7目，验。
在半水调漂时，水线的重量往往很容易被忽视。许多初学者认为，当半水调漂所出现的目数就是准确的，其实不然。特别在深水区做钓，当双钩到底后，水中的线将会附带一定的重力，而这时浮漂出现的目数会较之前半水调漂的目数稍微低一些。所以，当找到水深后，浮漂的条目还需进一步验证与调试。刚才这个浮漂在抖动，是不是有鱼撞到了？应该是。你看，现在有。当时我也连续上了几条鱼，感觉信心满满。突然之间跑了一条鱼，还把我的钩跟线组挂到树上去了，顿时感觉心情那种落差感很强。当浮漂出现下顿，小军急于提竿，而在这过程中，一方面为了能快速抢鱼，选择了偏硬的满江红；另一方面因上鱼心切，发力过猛，还没有等鱼完全将饵吸入口中，便用力提竿，最后因操作不当导致切线。4.5米的杆子做。之后，直接就出现了一个上牵的一个直接受力，这个时候发力发得过分的大，也就是说缓冲的余地比较少，那么就可能会切线，甚至拉获鱼嘴，产生脱钩的现象。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轻抬竿尖，把鱼刺中，慢慢的把鱼由水底领到水面进行抄网就可以了。凌和顿总是根据鱼情来决定的，而在当天面对鱼情较好的黑坑，选择长尾浮魔漂配合钓凌。当观漂时，抓有力沉稳的下顿，调钓过程中不忽略每个细节，步步为营，稳扎稳打，最终就会迎来满意的渔获。小军啊，哎，今天这个坑爽不？蛮好的感觉。是吧？对。那接下来我再带你去一个其他的坑试试看。哎，好的，好不好？好的。走，收拾东西。好。30斤有没有啊？哇！行了。
谨慎的二水鱼，李成峰又会做出哪些举措呢？我们在钓第2个黑坑，鱼情不快，也不慢。这种时候，我就选择了一只浮力大小适中的一只伏魔系列的浮漂，也是枣核型，主攻的就是行程和鳞底间。当日做钓来到的这处方塘属于正钓过后的二水鱼，这样的鱼吃饵非常警惕。当处于偷驴状态时，选竿上就不宜偏硬。伏魔系列相对来说比满江红更为合适，而在选漂时，应选择浮力适中且灵敏度较高的浮漂，助攻鳞底的鱼。我感觉我调的还不够灵，调了几目啊？调了5目啊，钓1目。其实也差不多，因为动作感觉不是很大，它吸食不是很给相当的力度，那个时候不适合再调高了。你先调5目，钓个1、2目试试看吧。我是调了6目，调的6目啊。第2个黑坑这边的鱼呢，密度稀一些，相对的来说警觉性比较高，给的口呢比较微弱。那么我们就把3目的目差给它，让它更容易克服，让一些轻微的信号呢都能够反映出来。况且这边的水位比较浅，3目的上千粒，目差上千粒已经够了。这个鱼感觉刺口好轻。是啊，因为鱼放下去，正钓结束了以后，大部分的鱼已经被钓走了。那么留下的这批鱼呢，相对的来说，密度大大的减低了，而且它的警惕感会更强一些，所以它不可能肆无忌惮的大口进食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线组也用的精细一些，调钓也要用的合适，然后饵料的状态也很讲究。又上鱼了。的动作。正钓过后，塘中的鱼密度降低，救饵谨慎。此时，李成峰选择伏魔来应对这样的鱼情，可谓是正确之举。同时，配合伏魔系列的浮漂，调钓合适，那么攻克这池中之物，如探囊取物。欢迎收看由浙江嘉钓泥比较干净了，这个时候粘性也产生了，拉出来的饵球也饱满。这什么动作的啦？就是在2个饵料临底的时候，浮漂快到位的时候，感觉有一个连续的加速动作，底接吧，就临底的那口接吧。哦，你试试咱们刚才开的白饵吧。好的。感觉有动作打不中，试试这个白饵。
黑坑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鱼情稍有不同，钓鱼人就要施展出18般武艺来应对着千变万化的局面。除了选竿和用漂，饵料的搭配也不可小视，味型和状态有时候也能直接影响到最终的结果。那么，面对着开口较轻、救饵谨慎的二水鱼，在饵料上又需要做出怎样的文章呢？我们把虾肉剥完了以后，现在就装进这种果汁机。OK。现在已经变成虾糊了。对，你看，状态啊，去收这个虾汤，这个水。好，现在基本上开始成团了。我们再放一会儿，这个比例就会越来越好。接下来我们开一把拉饵，一般来说以香为主，像这种本味类型的饵料，我们大概就取2到3份。颗粒类型的饵料加1份，因为毕竟是有养殖习性的鱼嘛。所以相同比例，拉丝粉也要添加。添加量多少呢？我们也大概加1份，加水。一定要和得稀。OK， 感觉就差不多了。在香味的同时，更加有浓郁的果香味，有果酸味。基本上的水比大概就是1比1。打到饵盆比较干净了，这个时候其实粘性也产生了，拉出来的饵球也饱满了。冰冻虾肉加丝收水，拉饵配原糖颗粒，让饵料达到最佳状态，香的同时还有果酸味道。综合配比，只为能够吸引鱼儿的觅食欲望。当干线、钩漂饵万事俱备后，剩下的只需耐心等待，全神贯注去体会浮漂的每一丝细微的变化。哇，来了，难得有一口啊！第2个海坑的时候，我还是调7目钓3目，但是一直上不来鱼。后来问李老师了，他帮我调的是调5目钓2目。调完这个目数以后，上鱼的效果就发生了改变。哪些故事发生呢？哎，上鱼了！鲮鱼哎，这是个鲮鱼哎，鲮鱼啊！小军啊，你那边是不是都是小口，而且都是种的这种小土林？对，是吧？鲫鱼一个都没有。是啊，这种季节加上这个坑偷驴已经偷到这个地步了，鲫鱼的密度大大降低了，反而是这种本塘繁殖的小土林比较，也就是说数量比较多，好像进窝的鱼都是以这种小土林为主。要不我们试试钓小土林吧？好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调整一下。可以的。我开把饵。好吧。在第3个黑坑感觉到有小鱼闹的情况之下，没有鲫鱼进窝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要改变饵料的思路和钓法。
我就临时开制一款新香的，类似钓小鲫鱼的饵料。这个土灵就是比较喜欢那种腥味的，是吧？小个体的鱼其实都偏腥，像这种以腥为主、以香为辅的新香饵可能会好一些。来，这块给你，你把线组调整完了，赶紧就去选一只相对的来说不要太大的浮漂，去调一个不要太高的目数，调几目就钓几目。那么第3个黑坑呢，钓着钓着发现呢，小个体的鱼闹我，大个体的鱼没有进我，所以我们临时改变了调钓方法。小个体的土灵因为吃食动作比较微弱，加上嘴型吃食的时候开的又不是很大，那么我们调的过灵，比如说像这种类似有目差的情况之下，很难的去反映比较真实的动作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调的是调4目，钓4目，也就是说在双钩踏实落底，2个饵料踏实落底的情况之下，饵料是不受上牵力的。这个时候鱼只要将饵料轻轻地含在嘴里，闭口，细微的动作就可以产生，属于不灵不顿的状态，零目差。那么这个时候真实的信号就更容易捕捉了。呀，又是个双尾。小俊，哎，怎么样？爽了没？差不多了吧？啊，那咱们吃饭去吧。你看看我今天钓的，哎，不少吧？小鱼，哇，20-30斤有啊！你出门钓鱼啊，咱们就是随机应变，对，没有一定给你设想好的鱼情的，对吧？对，走，吃饭去。哎，好的。当源源不断的钓鱼人在各式黑坑旁安营扎寨，或迷茫，或困扰，或连杆，或抱护，守候夹杂着无奈，收获伴随着喜悦。这形形色色间，无不体现着所有人对垂钓的执着。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那些黑坑的故事悄然间传遍大江南北，而我们探钓黑坑的脚步才刚刚开始。